耳鼻喉科医生感冒后偷偷在用的神奇好物，超级实用，赶快点赞收藏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卓正医疗耳鼻喉科的张文娟医生。最近呢，很多人都感冒了，我自己也中招了。大家熟悉我的人可能会听出来，我的声音跟以前视频当中的声音不太一样啊，有一点鼻音，然后还有一点点哑，就是我的感冒呢在收尾阶段还没完全恢复。在这里呢，我想给大家推荐几件我在感冒过程当中使用的一些居家好物，它可以帮助我以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度过感冒的自然病程。第一件呢，就是这样一个鼻子纸。大家都知道，感冒期间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呢，就是流鼻涕。流鼻涕的时候总是不舒服，就需要不停的擤鼻子。但是擤鼻子擤多了以后呢，就会觉得鼻孔附近的这个皮肤啊，特别的疼，特别的刺激。那如果是从感冒的第一天起，我们擤鼻子每次都用这样的一个鼻子纸，可能就会感觉好一点。那市面上的这一类鼻子纸呢，其实种类非常多啊，大家不用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品牌，我们只要去看一下它的成分。一般像这一类鼻子纸呢，它在纸浆的这样一个基本成分之外呢，往往还添加了一些保湿剂，有的呢会写得非常明确，比如说它的主要保湿成分是甘油啊，是什么。那么也有一些没有明确的说它是什么保湿成分，但它就写了添加保湿剂。那么大家拿回家用一用，就会发现它跟我们平时的普通的纸巾呢，触感会更加的柔润一些。那用这样的一个纸巾去擤鼻涕的话呢，擤的次数多一点啊，相对来说对鼻子周围的皮肤摩擦可能没有那么的显著啊，就是这种擤完鼻子的感觉呢，会觉得好一点啊。我们感冒期间呢，我还会经常使用的一个东西叫做这个鼻喷凝胶。这个鼻喷凝胶呢，它跟鼻喷的海盐水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试着喷到我的手心来给大家看一看啊，它是一个这种粘稠的，有一点粘质性的这种像胶水一样的这个质地啊，挂在这个物体的表面，挂的时间比较长一点。那么跟普通的鼻喷海盐水相比呢，这样的鼻喷凝胶它可以在鼻黏膜表面停留更长的时间，它的保湿效果也会更好。大家在购买鼻喷凝胶的时候，注意看一下成分啊，里面主要是一些基本的保湿剂，不要有其他额外的药物成分。那这样的鼻喷凝胶就是比较安全的，可以作为感冒期间的日常护理，时不时的喷一喷，也可以帮助我们以一个就是比较舒适的状态吧，度过感冒的自然病程。另外，除了感冒期间呢，我个人还会在去一些干燥的地方旅游或者出差的时候呢，把它随身携带啊。因为作为长期生活在武汉的这样一个伪北方人哈，我已经不太能够适应北方干燥地方的这样一个气候了。我觉得整个呼吸道比较干燥，鼻子也有一些干干的不舒服。那我就会用这个凝胶时不时的喷喷鼻子啊，保持鼻腔是一个比较湿润舒适的状态。我在感冒期间消耗量非常大的一个好物就是这样一个薄荷糖。那这个薄荷糖呢，不管什么品牌，我一般会选择的时候就看它的成分，只要它里面是不含糖分的，它是无糖的薄荷糖就可以了。然后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选几个啊，感冒期间轮着用。那对于我们这样的职业用嗓者呢，感冒期间可能也难以避免的工作当中要经常讲话，那本来喉咙就不舒服，讲话讲多了以后喉咙就更加不舒服，会觉得有异物感呀，忍不住想要咳嗽呀，嗓音也会变得不那么清亮。那我经常会含着吃一吃这个润喉糖，比如说看诊完前一个人之后呢，后一个人还没进来的时候，在这个间歇呢，我就会洗洗手，然后拿一颗润喉糖出来含着。那么它可以帮助我呢，就是让喉咙比较舒服的状态度过下一个看诊的这个20-30分钟。起作用的并不是里面的成分，主要是这个含着吃糖的这样一个动作可以刺激你的唾液持续的分泌，这样可以起到一个持续的咽喉保湿的作用。经常跟家长打比方说，你看咱们经常让小孩子要多喝水啊，这个就像种庄稼养植物一样，这个大水猛灌呀，不一定会让这个植物长得更好啊。你像这个忽湿忽干的，对吧？这个是植物的这个保湿可能没有那么好。那像现在有些地方种庄稼不是用那个滴灌技术嘛，所以我们这个含着吃润喉糖呢，就可以理解为它就像我们对咽喉保湿的这样一个滴灌的作用一样，它促进我们唾液的持续分泌，它可能比你时不时的喝大量的水啊，还会起到更好的保湿作用，这样一个细水长流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一个保湿的作用，会让人觉得喉咙更舒服。那除了感冒期间
间嗓子不舒服的时候，会经常含着吃润喉糖。另外有些时候呢，比如说天气干燥呀，我觉得嗓子干不舒服，或者是疑似呼吸道感染之后的恢复期，会觉得嗓子经常有痰，时不时的想要去清嗓子，想要去咳一下，我也会选择使用这个润喉糖，经常的含一含。因为擤鼻子实在是次数太多了，我还会经常使用这样一个凡士林啊，又到了我们万用凡士林出场的环节了。在感冒期间我是怎么用的呢？一个呢是我每次擤完鼻子的时候，我会把这个凡士林啊取一点点薄薄的涂在这个鼻孔周围的皮肤这里，那就会让我这个鼻子周围的皮肤呢起到一个保湿和保护屏障的作用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每次擤完鼻子都去涂一下，每次擤完鼻子都去涂一下。虽然说看起来比较麻烦，但是呢可以让我整个感冒期间，就是哪怕擤鼻子擤的次数非常多，我这个鼻孔周围的皮肤也不会觉得刺痛和难受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感冒期间我们大家还会经常有一个症状，就是鼻塞。鼻塞很严重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口唇也很干燥啊，因为大量的空气可能需要经过嘴巴来进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可能普通的润唇膏它的保湿力道也不够了，我就会尝试使用凡士林来替代润唇膏。同样的，就是时不时的在嘴唇这个周围呢涂一点点凡士林，把它润开，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湿作用。希望我刚才的推荐的这些好物呢，能够有一天在你需要的时候能够用得上，能够让你的这个身体的感受舒适一些，帮助你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度过我们感冒的自然病程。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订阅哦！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。